各位朋友，这两天呢，美国的舆论哗然，说这个美国的航母林肯号啊，在海上那个水兵啊，受不了这种连续部署250天啊，这种船上的地狱景象了，水兵呢产生了集体的这种哗变啊，还有水兵呢精神崩溃啊，要跳海。所以这个事儿呢，在美国其实闹得挺大的啊。这两天呢，美国的这个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排长啊出来辟谣，说没事啊，我那个林肯号挺好的啊，那都是那些那个左派媒体的谣言啊。我们来看看这到底是不是谣言呢？中国的中央电视台说你没病出来走2步吧。中央电视台竟然做了一个专题片来介绍美国的这个航母林肯号上的地狱景象，我们一起来欣赏欣赏吧。日复一日，波斯湾的太阳如往常一般升起，260多天，林肯号仍旧在海面上飘着。这艘10万吨级的航空母舰一头扎进霍尔木兹海峡，超过200天没沾过岸。俗话说，再硬的汉子也扛不住连轴熬。核反应堆能跑几十年不熄火，航母上的船员们可遭不住这个罪。饭吃不饱，水喝不足，厕所还经常关闭，相当一部分舰员的心理健康都存在严重问题。He describes the overall experience as a scene out of the American Horror Story, where he feels like everybody is dead, but they don't know it yet, and a lot of concern about when they're going to go home. 士气低迷到如此地步，白宫却还嘴硬，称林肯号部署时间远远不够长，丝毫不管这艘海上霸王正退化成漂浮病房。林肯号需要好好号个脉，而需要看的可不止一个科，还挺押韵。他这一艘船。刚进医院，急诊大夫就发现林肯号和几个月前来的福特号病状几乎一模一样。今年5月，福特号结束长达326天的部署，期间福特号也遭遇了厕所危机，舰上约650个马桶出现故障。更为严重的是，福特号洗衣房发生过严重火情，这一烧就是30多个小时。疑似并发可能是偶然，但新旧航母都开始出问题，要找到病根就麻烦了。大夫开了张单子，把病号们转到了心血管内科。刚坐下来，坐诊大夫就开始摸舰体的脉搏，一边摸一边摇头。要说问题，说穿了就是一句话：活儿太多，船太少。轮换体系的血液循环早就堵死了。按美军原本的规矩，航母一般执勤6到7个月就有机会靠岸休整，换班舰只准时顶位，一套循环张弛有度，堪称海上版朝9晚5。可现在完全变了味。林肯号和福特号半路被摁在中东无限续班，这就好比人的心脏连续跳8个月，保持在每分钟120次不减速，全靠身体代偿硬撑，看着还能劈浪航行，实则早已心跳过速，心肌劳损，哪天撑不住停摆都不意外。更要命的是，这不是一艘舰的工伤，整个美国航母舰队超期部署越来越成为一种常态，轮换周期从3班倒熬成了2班倒。大夫在病历末尾写得明白，这不是单舰过劳，是整个航母循环系统的心力衰竭。刚从心内科出来，神经内科的号就叫到了。大夫拿叩诊锤敲了敲甲板调度的操作记录，就看出毛病了。手脚不协调，反应慢半拍。以前美军航母的甲板作业是业界标杆，舰载机起降、挂弹、调度行云流水，损管反应速度更是号称全球天花板。可现在呢，美军航母低级失误不断，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要说最典型的，
还得是2024到2025年部署在红海的杜鲁门号航母战斗群。短短半年时间，事故4连击，从护航舰误击自家战机，航母撞上无辜商船，到机动时甩落战机，再到着舰战机因阻拦锁故障坠海，就连美国海军自己的事故调查都在念叨疲劳2字。大夫指着事故记录直摇头，美军航母天天在外面执行任务，什么起降训练、损管演练、应急处置演练的时间全被挤压了。这种恶性循环把整个航母体系的神经反应给熬迟钝了，看着还是那艘威风凛凛的航母，真到要精细操作的时候，手就不听使唤了。连续2个科室都说美国航母病得不轻，骨科大夫也没有客气，翻完维修记录，直接说，生病的不只是船，还有船厂。按早年的标准，美军航母在船厂里待4年就能拆线出院。现在呢，华盛顿号的换料大修，硬生生拖了近6年才完成。斯坦尼斯号进坞排队排了半年才轮上床位，修船工期也是一延再延。新的迟到，老的就得晚退。已经51岁的尼米兹号原本已经退休，但肯尼迪号核动力航母交付时间从2022年推迟到了2027年，尼米兹号只能咬紧牙关继续熬。为啥一拖再拖？因为全美能造核动力航母的就剩纽波特纽斯一家造船厂了，能修理航母的干船坞也严重不足，相当于全美国就没几间骨科手术室，航母们只能在手术室外排队等着。就这样，美军造船厂还长期面临技术工人流失和供应链不稳定等结构性问题。2025年，美国航母工业基础调查报告曾向白宫发出警告，2026年83%的关键的单一先期采购供应链陷入停滞，2027年这一比例可能达到96%。停线意味着工人转岗、设备闲置，供应商另找生意。下一艘再开工时，不是按下开关就能恢复。大夫翻了翻排队名单，头也不抬地开了医嘱，建议先开点止疼药凑合用。诊断结论很直白，不是航母的骨头变脆了，而是岸上的美国造船工业先骨质疏松了。如果说老航母的问题是修得慢，新航母的问题则是新陈代谢紊乱。作为最新锐的美军核动力航母，福特号上搭载了电磁弹射、先进阻拦装置等新技术。然而，电磁弹射器在服役部署中暴露了一些缺陷，设计要求4000多次弹射才出1次故障，实际测试里几百次就出问题，甚至被认为稳定性还不如传统蒸汽弹射器。怎么办？特朗普的答案是用回蒸汽弹射，因为蒸汽弹射坏了，用锤子就能修。And the problem, when it breaks, you have to send up to MIT, get the most brilliant people in the world, fly them out. It's ridiculous. The steam, they said they could fix it with a hammer and a blowtorch. 然而，白宫想在技术上开历史倒车，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原本蒸汽弹射器就是美国海军牵头，全美几百家企业分包的一个大项目。当年为了给新项目让路，这些蒸汽弹射的生产线全拆了，掌握老技术的工人退休的退休，转行的转行，连配套的供应链都散了。大夫说，这就好比减肥减到一半，新的健康饮食习惯没养成，老的肠胃功能也搞坏了，吃啥都不消化，卡在中间不上不下，最终就变成了新技术有问题，老技术回不去的尴尬局面。船坏了能修，零件缺了能凑，可体系上的病从来不是打针吃药就能根治的。美军航母眼下还谈不上病入膏肓，但拆东墙补西墙的窘迫已经藏不住。为了补中东的窟窿，西太平洋直接出现美军航母真空。等到今年11月，同在中东的布什号也将在海上熬满200天，美军可能又要头疼怎么好好吃饭的问题。
对于华盛顿而言，维持海上霸权正变得越来越贵，越来越累，也越来越没有退路。央视把美国的航母给送到医院里面去了啊！这各个科室轮番都诊断过一遍啊，央视的结论是没救了啊，混吃等死吧。在这个大好的情况下，是吧？啊，你该解决台湾问题了吧？点个订阅吧，咱们下集再聊。